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遇到过这种尴尬？工作时用 Windows， 家里用 Mac， 当需要换设备处理文件时 AirDrop 用不了，又没有类似可以替代的功能，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 PDF 文件都要传微信、传 Line 或者用 U 盘来拷贝，折腾半天非常麻烦。别担心，今天这支影片我就来教大家几招高效实用又简单的方法，彻底解决 Windows 和 Mac 之间跨平台文件传输的难题。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视角，我是 Fair。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 Windows 和 Mac 之间实现文件共享，打通不同系统之间的壁垒，让跨平台协作变得更加简单便捷。这期影片我将介绍4种自己常用的方法，覆盖本地网络共享、云端同步等不同场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选择，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你更高效的在多设备之间传输、同步和使用文件，无论是日常办公还是内容创作都更加的顺畅。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方法是在 Windows 上建立文件共享服务器。在所有工作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做好准备工作，也就是确定作为文件共享服务器的 PC 的 IP 地址以及用户名和密码。对于 PC 而言， IP 地址可以通过命令提示符来方便的获取。方法是在键盘上键入 Windows 加 R， 打开运行，然后输入 CMD 确定。OK， 来到命令提示符的窗口，然后输入这条命令 IP config。 好，这样呢就能够查询到自己的这台 PC 的 IP 地址。那我的这台 IP 就是 192.168.31.62，那这样呢就获取到了我们的 IP 地址，这个是待会儿用 Mac 去连接的重要信息，就像邮递员去投递邮件必须知道地址一样。IP 地址有了，下一步就是要确定这台文件服务器的用户名跟密码了。密码呢就是你登录这台 PC 的密码，而用户名呢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同样也可以通过命令提示符来确认。在命令提示符文件框里面输入 Who am I 命令， Who am I 这条命令，那这个部分显示出来的就是你的用户名了。那 Fan Laptop 这就是你的用户名了。 OK， 现在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IP 地址有了，用户名跟密码也都有了，下面就可以用 Mac 来进行连接了。好，经过前面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有了 PC 的 IP 地址以及用户名密码，下面我们就可以在 PC 上设置需要去共享的文件夹，然后再在 Mac 上来对这个文件夹进行共享的访问。好，方法就是选择你要共享的文件夹，右击它的属性，打开共享选项卡，来到高级共享，然后把这个文件夹设置为共享。因为前面我已经对它进行了设置，所以说这里是勾选的状态，然后确定一下它的权限，确认完全控制是被打开的，否则它默认的权限是只允许读不允许写，这样你在 Mac 上就没有办法对这个 PC 的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进行新增、修改或者删除了。但是你打开完全控制之后，这两边的权限几乎就是完全一样的了。好，确定完毕。下面我们来到 Mac 上来连接这个共享文件夹，方法是在 Mac 的桌面输入 Command 加 K， 打开连接服务器的选项框，或者来到前往连接服务器，也是同样的。那在进行本地的文件共享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是 SMB 协议，所以在这个连接服务器的框里面输入 SMB， 再加上冒号双斜杠，紧接着 PC 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SMB 冒号双斜杠加上 PC 的 IP 地址19.0. OK， 确认。那在这个框里面输入 PC 的用户名跟密码。如果你经常要访问这台电脑的这个共享文件夹的话，可以记住它的密码。那这个列表所列出来的就是刚才的 IP 地址设备，也就是刚才的这台 PC 机里面所有的
有共享权限的文件夹，那选择你需要的，比如说 Mac 中转站 OK， 那这个时候在桌面上就多出了共享文件夹的盘符，这个时候就可以在 Mac 上对 PC 机上的文件进行增删改，来进行跨平台协作了。那刚才我们演示的是通过 Mac 来进行连接，同样的也可以使用 iPad 或者 iPhone 中的文件 App 来对它进行共享访问。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使用 iPad 来访问 PC 上的共享文件夹。打开文件 App， 文件，点击3个小点儿，选择连接服务器 SMB 冒号双斜杠 IP 地址 192.168.31.62， 连接。同样在这里输入用户名密码。好，这样就连接到了 PC 机，然后选择你要访问的共享文件夹 Mac 中转站，同样可以访问到刚才的这个共享文件夹。好，这个就是使用 iPad 来对它进行共享访问的方法。好，下面我们再来演示一下使用 iPhone 来连接 PC 上的共享文件夹，同样是使用文件 App， 右上角的3个点选择连接服务器，输入刚才的这个 SMB 冒号双斜杠加上 PC 机的 IP 地址。那之前因为我已经连过，所以我直接点选就行了。好，再输入用户名密码连接，这样呢就同样的能够打开这个 PC 机上的共享文件夹，选择你要共享的文件，那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能够正常访问的。这个就是使用 Mac、iPad 以及 iPhone 来访问搭建在 PC 机上的文件共享服务器，来实现跨平台的文件共享协作。如果你的主力机是 Mac， 并且你的文件主要存储在 Mac 上，只是很偶尔的需要去搭配 PC 去协助协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优先推荐把文件共享服务器搭建在 Mac 上。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如何在 Mac 上来搭建文件共享服务器，并且使用 PC 去连接 Mac 来使用文件。在这一切的工作开始之前，同样的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也就是获取 Mac 电脑的 IP 地址、用户名以及密码。那首先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去获取 Mac 电脑的 IP 地址。在 Mac 上打开终端 App，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然后在其中输入这条命令ipconfig get interface address ethernet 0。那我用的是无线网络连接，所以这里写0。如果你使用的是有线网络连接的话，那么把0改成1，那这样回车就可以获得这台 Mac 的 IP 地址了。至于用户名 Who am I 这条命令在 Mac 系统里面同样是适用的 Who am I。那 Fergus 就是这台 Mac 的用户名。那下面我们就在 PC 上，然后对这台 Mac 进行文件共享的访问。在此之前，请确保 Mac 的文件共享功能是打开的，是在系统设置、通用、共享，然后确保这个选项是打开的。OK， 下面我们移至到 PC 上来进行操作。Windows 加 R 打开运行框，然后呢输入双斜杠。紧接着这个 Mac 电脑的 IP 地址 192.168.31.153， 那这个时候呢输入 Mac 的用户名以及密码就可以正常连接了。用户名输入 Mac 的密码，确定，这样就打开了 Mac 的共享。好，这个就是 Mac 的硬盘。同样的，你也可以使用 iPad 以及 iPhone， 然后去连接搭建在 Mac 上的共享文件服务器。方法呢跟前一种是类似的，也都是通过 iPad 跟 iPhone 中的文件 App 来进行访问，只不过是把 IP 地址换成 Mac 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在此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前面使用 SMB 协议实现文件共享的前提是设备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如果你的设备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前面的2种方法就不太适用。同时，即使能用，我也不太推荐，因为把自己的文件暴露在公网之下还是不太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推荐使用后面2种方法，也就是使用 iCloud Drive 或者 OneDrive 来实现不同网络、不同设备下的文件共享。其实这2种方法的原理是相同的，就是将自己的文件上传到云端，然后再用另一台具有访问权限的设备去访问使用它而已。不同的只是 iCloud Drive 是 Apple 公司提供的云盘服务，而 OneDrive 是由微软公司提供的云盘服务而已。好，我们先来介绍使用 iCloud Drive 完成文件共享的方式。使用 iCloud Drive 可以在 Mac、iPad、iPhone 之间非常方便地实现文件共享，只需要在这些设备上登录同一个 Apple ID 就可以了。对 Mac 而言，在它的访达中可以很方便地找到 iCloud Drive。对于 iPad 跟 iPhone 来讲，可以在它的文件 App 里面去找到 iCloud Drive， 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好，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在 PC 上使用 iCloud。在 Edge 浏览器中输入 iCloud.com， 然后在更多选项栏选择应用，将此站点作为应用安装。好，名称就叫 iCloud。好，这样呢就安装成功了。大家可以在所有程序里面找到iCloud， 然后把它拉到桌面。这样呢，后面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iCloud 了。好，我们打开，登录，然后输入你的 Apple ID， 登录进来之后，打开 iCloud 云盘。那这样就可以在 PC 上使用 iCloud Drive 来实现跨平台的文件共享了。那第4个方法就是使用 OneDrive 来实现文件共享。那你可以在你的 Mac 电脑上、iPad 以及 iPhone 上去安装 OneDrive， 然后登录跟 PC 同样的账户跟密码，这样就可以通过微软所提供的云盘服务来实现跨系统的文件共享了。那因为这个方法呢也比较常规，比较简单，那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的演示了。那最后来给大家总结跟复盘一下，对于前2种使用 SMB 协议的方法，建议将主力机作为文件共享服务器来使用，同时优先将存储空间富余的机器作为文件共享服务器。一般来讲，Mac 的存储空间更昂贵一些，所以如果2台机器使用的频次相当，我更推荐优先考虑在 PC 上搭建文件共享服务器，这样才能够获得最佳的性价比。那对于后2种方法，如果你的主力机 PC， 那么我更建议将 OneDrive 作为云盘服务来使用。但是如果你的主力机是 Mac， 那我就更建议将 iCloud Drive 作为云盘来使用。当然，你也可以2个都用，将 iCloud 以及 OneDrive 作为文件暂存的网盘，应该及时的将文件移动到本地，特别是大文件，这样才能及时的释放网络存储空间，从而不影响网络存储的使用。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内容跟话题，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还请帮我点个订阅，这对我非常重要。好，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